大家好，欢迎收看《行动不离》。女性权利通常与西方文化和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强势女性联系在一起。在欧洲爱沙尼亚西海岸附近波罗的海的基努岛，女性就拥有着绝对的权利。由于男人们每年都会出海几个月，生存本能迫使留在岛上的女人们对岛屿的绝对控制与管理。基努岛上共有4个村庄，约700位居民，被看作是欧洲最后的母系社会。当地190多年历史的灯塔是著名的地标，旅游团可以享受原始古朴的卡车之旅，环游全岛。当然，在美妙的夏季，也可以租用自行车享受大自然。2015年，基努岛新开放了一个港口市场，村民们都来到这里售卖面包、啤酒和传统手工艺品。穿着传统服饰的妇女还会表演传统舞蹈，女人们裙子上的图案和颜色象征着不同的年龄和心境，颜色越红代表穿着者越年轻越开心，蓝色和黑色则是年长者的象征。当地的学生15岁就会前往爱沙尼亚大陆学习和生活。曾经岛上的男人驾驶小渔船捕鱼已经逐渐被大型作业所取代，许多年轻男性会选择去芬兰、瑞典和挪威的大型渔船上工作。因此，基努岛上的女性一直在维护并发扬着当地的传统文化。所以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看什么地标建筑和大自然，而是为了体验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短时间融入进这欧洲最后的母系社会。几个世纪以来，维京人、德意志人、瑞典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都入侵过爱沙尼亚。20世纪，爱沙尼亚更是接连遭受了苏联占领、纳粹入侵、苏联重新占领，本土人口大幅减少，剩下的爱沙尼亚人还被强行要求学习外来的幽灵文化。因此，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就连爱沙尼亚本土的文化留存都成了大问题。入侵者的文化元素逐渐融入了爱沙尼亚的民俗生活，但基努岛由于地处偏远，有幸保存下当地独有的方言、歌曲、舞蹈以及编织技术。基努岛的婚礼赞歌和婚礼舞曲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苏联解体后，旅游业成为了基努岛的经济支柱。到21世纪初，文化旅游的计划迅速取得成效，大量游客来到岛上观看民俗表演，岛民也靠出售手工艺品、当地美食、出租民宿和自行车赚取了不少收入。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基努文化认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更多的游客闻风而至，特别是来自日本和德国的游客。在基努岛上游玩的主要交通方式是自行车或是苏联时期的胯子摩托车，这种摩托车尤其受到德国游客的欢迎。但作为基努岛上的居民来说，生活成本并不低，物资大都靠轮渡运输，但轮渡只在夏季通行，一到冬天这里几乎就变成了荒岛。因此岛民们会在夏天的时候尽可能的从游客那里多赚点钱，好让家人在冬天里也能维持生计。但当地人保护传统文化并不光是为了赚钱，他们会将旅游业赚到的钱用于改善岛上的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让更多的家庭愿意留在基努岛上生活。大概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陆续有许多家庭离开了基努岛，岛上的人口数量至今都没有恢复。基努岛上的房子大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式的传统木质房屋，就连游客入住的民宿也是这种老房子。目前基努岛正在努力尝试建造更多的现代化住宅，供大陆家庭居住，希望他们愿意搬到这里加入当地的社群，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当地家庭持续搬走的话，这个岛很可能会变成爱沙尼亚有钱人的避暑山庄。幸好旅游业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给了岛民一个留下来的理由，而且当地的旅游业发展聚焦文化，本土传统得以延续和发扬。但如果任由旅游业肆意发展，游客过载也将会危及小岛、村庄和当地的环境。不过就目前而言，基努岛还是很欢迎游客的。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